在希腊神话里，黎明女神 Eos 每天都会打开天门，让第一道光穿透黑暗。可是几千年后，我们的世界依然在黑暗和寒冷中挣扎。Spent hours overnight without power. 当能源短缺、战火、断电接连而至，那些城市、医院、数据中心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的微光，一闪即逝，却承载着全部希望。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有一群人决定重新点亮这道光。他们搬进一个破旧的仓库，那里堆满了废金属、碎玻璃、被遗弃的机器。他们从零开始，把它变成一个能储存黎明的工厂。他们把公司命名为 Eos Energy Enterprises， 就像那位女神一样，他们相信光不该只属于黎明，它应该照亮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停电，每一个需要能量的角落。大家好，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那接下来我们将从7个部分一起走进这家被称为储能界的黎明工厂的公司 Eos Energy Enterprises。那当然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析，记得点赞、订阅和收藏，这个是对我们频道最大的支持。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吧。那 Eos Energy Enterprises 成立于2008年，它的总部呢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 Turtle Creek 工业区。它的目标呢，就是用新基水系电池去替代传统的锂电池储能系统。那其实所谓的新基水系电池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用锌当做主要材料，用水溶液来传导电的储能电池。其实说人话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的水箱，锂电呢就像高压油桶，能量密度很高，但是它很容易爆炸。而新基水系电池就像是装在水里的电池仓，不怕高温，不容易起火，能量释放还更稳定。它虽然体积大一点，但是非常适合放在电站、数据中心、风光电场，用来存电、调峰和平衡电网。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很便宜。主要是因为锌的储量丰富，它又可回收，又是美国的本土资源，所以这个就让它成为了锂电之后的新一代安全储能方案。那么在能源安全成为全球战略焦点的今天， Eos 的故事就不再只是技术创新了，更是能源主权与产业独立的象征。在2020年，公司呢通过 SPAC 合并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就意味着它从实验室走向了资本市场，也从科研创新迈向了产业化量产的阶段。而 Eos 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艾奥斯，她是每天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会披上金色的长袍，用她玫瑰色的手指推开天空的大门，为天地和人间带来光明。她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奥罗拉了，她一路上都在播撒玫瑰花瓣，她所乘坐的就是她的兄弟太阳神赫利欧斯的马车。而 Eos Energy 取这个名字呢，就正是希望她自己能像黎明女神那样，让能源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带来新生，也带来希望。如今呢 Eos 被称为储能界的黎明工厂，他们推出了名为 DawnOS 的智能控制系统，让储能不再只是硬件的堆叠，而是拥有大脑的能源系统。所以这意味着 Eos 不仅在制造电池，更在打造一个能够存储、调度、思考光的能源网络。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美国储能新纪元正在这里缓缓开启。但是 Eos 的成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从实验室到工厂到上市公司的完整进化，一步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线。它的故事起始于08年，那个就是它的研发起点。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成立了名为 Eos Ingenuity Lab 的实验室，专注于扩展电化学和材料的研发能力，希望能够打造出安全、低成本、非锂系的新一代储能电池，也就是后来业界闻名的 Neat 电池系统。那个时候的 Eos 还没有工厂，也没有订单，但是他们坚信只有在实验室里一遍又一遍的推翻和重建，才能点燃真正的黎明。在经历了最初的研发积累之后， Eos 终于迎来了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的关键阶段。在2015年到2019年之间，公司与 Con Edison、Duke Energy 等美国主要电力公司展开了多项示范项目。这些试点系统在真实电网环境中验证了 Eos 的非锂离子化学体系的可靠性与经济性。
它们能够在极端气候下稳定运行，并且为电网提供辅助调频与储能调峰服务。那说白了就是让这些电池去帮忙维持电网不崩。白天有太阳，电很多就帮忙储存起来，晚上大家一起开空调，用电猛的时候再把电放出来。它不怕热，不起火，也不需要理，就像一个能在风吹雨打里值夜班的电力保安。所以这些试验让大家第一次看到，原来不靠理也能稳定供电。所以说这一阶段 EOS 不仅证明了技术可行，也开始赢得了来自能源巨头的信任。在完成了多轮的技术验证之后， EOS 终于迈出了通向资本市场的关键一步。2020年的6月 ，B. Riley Principal Merger Corporation II 与 EOS Energy Storage， 也就是今天的 EOS Energy Enterprises 签署了合并意向书。几个月后，合并于2020年11月16日正式完成，公司名称更改为 EOS Energy Enterprises， 并且于次日11月17日以股票代码 EOSE 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上市当天 ，CEO Joe Mastrangelo 以线上方式参加了敲钟仪式，象征着这家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储能公司正式进入全球资本舞台。那走过了研发、验证、上市的3步路 ，EOS 终于进入了它最关键的规模化阶段。从2023年开始，公司启动了名为 Project Maze 的扩产计划，全称就是 American Made Zinc Energy， 美国制造的新能量。在宾夕法尼亚州建设年产8 G 瓦时，也就是8万度电的新基电池工厂。那么项目获得了美国能源部 DOE 的贷款与担保支持，并且在2024年7月宣布首条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意味着 EOS 已经从小批量实验迈入了大规模制造与产业化落地。与此同时 ，EOS 还推出了自研的软件平台 DawnOS， 它让电池不只是硬件了，而是一套能思考的系统。它能实时分析运行状态，监控健康度，并且自动化电网能量的调度与分配。到了2025年的时候 ，EOS 又迎来了一次重要合作，它与 Talon Energy 携手，在宾州共同建设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储能项目，利用 EOS 的新基电池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供电。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 EOS 的价值已经不只是在做一块电池，而是要用更安全、更低碳、更本土化的方式去重塑整个储能产业的版图。EOS 的核心产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新基水系电池单元，它们被组装成完整的 EOS Cube 或者是 Stack 系统，主要应用在3大场景里面。第一个就是电网调峰调频，这个能持续储电4到10个小时，帮助电网在高峰时段喘一口气。那第二个呢，就是可再生能源配套。当风光发电不稳定的时候，它能让输出变得更平滑。第三个就是 AI 数据中心和工商业级备电，让高负载服务器在断电的时候仍然能稳定运行。而真正让 EOS 脱颖而出的是它的技术差异化，它不用锂，不易燃爆，安全性更高，主要是材料是锌和空气，成本低，可回收，而且全部都在美国本土制造，能避免地缘供应链的风险。因此 EOS 的定位就是在锂电之后的下一代储能系统。它的竞争对手包括锂电、铁液流以及铁空气。我们后面会对这几个竞争对手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从环境和社会角度来看， EOS 的系统几乎是100%可回收的，而且完全在美国本土生产，大幅降低了供应链运输带来的碳足迹。政策方面，它也受益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储能项目可享的投资抵税政策 ITC。 因此 EOS 还在构建合作生态，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Talon Energy， 它还与 Honeywell、Duke Energy、Britlux 等企业共同推进储能项目落地。而市场也早就开始为这种变化定价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EOS 的股价是如何从故事溢价走向业绩验证的。那 EOS 的股价弹性来自2个方面，一个是叙事贝塔，一个就是业绩贝塔。那所谓叙事贝塔，说白了就是靠想象力涨的那一部分。当市场觉得这家公司讲的故事够大、够新、够有未来的时候，股价就会涨上去。比如说 AI 加储能、美国本土替代锂电，这些概念都是让资金愿意提前下注的理由。
而业绩贝塔呢，就是靠真赚钱涨的那一部分了。当公司开始交出财报，拿到订单，产线扩张，利润兑现的时候，股价就会因为现实兑现再涨一轮。EOS 的财报显示，营收同比翻倍，订单落地超预期，而且政策补贴与项目执行同步推进。从 IRA 政策到 Amaze 工厂的扩建，都在强化现实兑现的信号。如果说 Beta 是底层逻辑的话，那市场情绪的转折往往是来自具体的事件。10月21日 ，EOS 宣布与 Talon Energy 达成战略合作，为 AI 基础设施提供储能系统。那路透社披露，当天 EOS 股价盘前一度暴涨了 20%。而在6月份，公司完成了 3.36 亿美元的本土加可转债融资，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稀释预期，但是强化了资金实力。而5月的财报更是关键了，同比营收增长 58%， 订单指引强劲，点燃了短期的反弹行情。从2025年的时间线来看， EOS 的股价几乎就是一部业绩兑现史。5月份第一季度财报超预期，股价日内上涨超过 30%。6月融资消息公布，短线回调。9月储能项目预期升温，股价上涨约 100%。到了10月，与 Talon 合作公布，盘前再度拉升 20%。这意味着从最初的故事驱动到如今的数据验证， EOS 已经完成了从情绪到基本面的切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毕竟一家科技公司的故事能讲多远，关键是还要看它的商业模型能不能落地生金。EOS 的收入结构围绕着3层产品体系展开，最底层是它的 NEAT 心肌水系电池系统，这个是公司的核心技术基础，用来储能、调峰，支持电网稳定。再往上一层是 EOS Cube 或者是 EOS Stack 模块化体系，相当于把电池单元组合成可扩展的大型储能装置，可以用于 AI 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并网等场景。那最上层是 DawnOS 软件平台，负责电池管理、实时监控、预测维护和效率优化，让硬件加算法形成了闭环。所以说它不只是靠造电池了，而是在卖一整套储能解决方案。那它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目前 EOS 的收入有 85% 到 90% 来自硬件销售，也就是电池模组和 Cube 系统。另外约有 10% 到 15% 来自软件订阅和长期维保，包括 DawnOS 平台的监控、分析、远程优化等服务。主要客户是电力公司、公用事业、数据中心以及可再生能源运营商。那它的增长重点在于美国本土项目，既能享受通胀削减法案的投资抵税，又能通过与 AI 基础设施的合作扩大需求。展望未来， EOS 的增长路线也非常清晰。第一个就是 Project Amaze 的工厂扩产，公司目标年产能达到8 GWh， 量产后单位成本有望再降 30%。 第二个就是软件订阅化， DawnOS 平台有望成为毛利率提升的新引擎，让硬件一次性销售转变为持续性收入。第三个就是长时储能的商业化了， EOS 的产品能覆盖4到12小时的储能区间，这个正好是锂电难以高效覆盖的中长时段，意味着 EOS 正好卡在一个新蓝海市场。那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全球能源系统正在经历一次核心转变，从以发电为中心转向以储能为核心。长时储能正在成为可再生能源普及的关键基础设施。到2023年，全球储能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长时储能，也就是4个小时以上的储能，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20%。而在美国，政策的推动更是明确，通胀削减法案提供最高的 30% 的投资抵税，并鼓励本土制造与电网韧性建设。所以我们看到 EOS 不仅在技术上有突破，在商业模式上也逐步形成了硬件加软件加政策的3重护城河。那讲完了它的产品和收入结构，接下来我们要看2个问题，它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在整个储能行业里它处在什么位置。那在储能赛道上，目前主要有几条技术路线：锂电、铁空气、铁液流，还有 EOS 代表的心肌水系电池。我们先看最主流的锂电，像 Telos 的 Megapack、宁德时代的储能系统都属于这一路。
那锂电的优点就是技术成熟、能量密度高、商业化程度高，但是缺点同样很明显，成本高、容易燃烧，而且供应链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在高温地区，比如说德州或者是中东，锂电系统必须额外安装冷却装置，不然就可能发生热失控，甚至是起火事故。那再看铁空气，它靠的是氧化还原反应储能，那理论上能实现10到100个小时的超长储能，但目前仍在处于试点阶段，距离大规模商用还有距离。铁液流这一类呢，安全性确实不错，寿命也很长，但是系统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建设成本高。而 EOS 用的是一种独特的路线，心基水系电池，它不像锂电那样易燃昂贵，也不像铁空气那样实验性太强，它不起火不爆炸，即使在极端气候下也能稳定运行。原料就是锌和空气，成本更低，可回收，而且完全在美国制造，不依赖海外稀有矿。同时呢，它已经和 Talon Energy 合作落地储能项目，实现了量产。EOS 的储能时长我们看啊，大约在4到10小时，刚好是电网、可再生能源、AI 数据中心所需的中长时储能区间。那锂电呢更适合短时，铁空气更适合超长，而 EOS 就站在了这个最实用的中间带了。更关键的是，它符合了2大政策红利，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整个行业格局里面来看，它的优势就很清晰了。如果说 Telos 代表的是能源消费端革命，那 EOS 代表的就是能源储存端的革命。那刚才我们讲的是横向比较，如果我们把它的视角再拉高一点，那整个储能行业的格局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深层结构性变化。过去10年，能源系统的核心是发电为中心，谁能够发更多电，谁的电更便宜，谁就有竞争力。而未来10年呢，全球能源系统正在转向储能为核心，谁能够存得住、用得稳，谁就能主导能源的下半场。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需求，光伏、风能等再生能源在快速的普及，但是它们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比如说太阳下山了，风停了，电就没了。那储能就是把这种间接性电力变成可控能源的关键。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在2030年，全球储能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专门鼓励本土制造和储能项目，所以这个意味着美国不仅要自己造电池，还要把电网及储能变成新的战略产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EOS 的位置就非常特殊，它的美国制造身份让它能同时拿到产业补贴和投资抵税，这个在整个行业里几乎是政策天花板级的优势。所以说，从宏观的格局来看，它是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再到资本市场的那条成长线的缩影，代表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储能的下一个战场正在美国本土打响。那这个赛道正在被哪些力量推动，又有哪些新的竞争逻辑正在形成呢？首先就是 AI 加能源的叠加效应。AI 呢不是虚的故事，而是真实的用电怪兽。随着 OpenAI、Meta、Amazon 这些公司不断扩建数据中心，单个 AI 服务器机房的耗电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了。这意味着电力需求暴涨，而电网基础设施必须同步升级。储能系统就成为了这个新时代的电力缓冲器。换句话说， AI 的发展正在倒逼储能基础设施扩张，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新增长驱动力。第二个就是电网韧性和能源独立。在地缘政治和气候波动的双重压力下，能源安全成为美国政策的头号关键词。从联邦到州政府都在推储能项目，特别是在加州、德州、宾州等地，储能需求正在集中式爆发。EOS 的定位恰好与这种能源本土化目标吻合，全美制造，不依赖海外矿产，稳定可控。第三个就是非锂路线的崛起。除了锂电、液流、锌、铁空气等新技术路线正在逐步走向商业化落地，尤其是 IRA 政策补贴的推动下，开始获得资本与政策的共同青睐。所以这意味着过去锂电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在被重新改写。最后就是竞争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拼比容量、比效率，转向比安全性、比全生命周期成本。也就是说，谁在更低成本下更稳定、更安全的储能10年、20年，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所以总结来看， AI 带来了用电需求，
政策推动了储能建设，而新技术路线打开了新的空间。在这样的三重共振下 ，EOS Energy 的位置不只是被动受益者了，而是这场能源结构变革中的关键节点。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储能这个赛道里面，电池股这3个字其实看似路径相同，但是实则路径各异。我们先看几家经常被拿来和 EOS 一起提及的公司，比如说像 Bloom Energy、Novonix、Dragonfly Energy， 还有GS Yuasa。那 Bloom Energy 做的呢是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它主要是用于现场发电和分布式能源，更接近发电设备而不是储能系统。那 Novonix 是锂电材料和测试设备的供应商，更多是处在了整个行业的上游环节，它不做电网级系统集成。而 Dragonfly Energy 则更聚焦于住宅和房车的后端储能模组，面向的是小规模离网场景，它的规模和电网级储能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 GS Yuasa 是老牌的电池企业了，主要是做汽车、工业和备用电池，但是它并不专注在电网级储能这条主线上。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其实可以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EOS 的战略路线，它就是以新机水系电池为核心，它做电网级中长时的储能，也就是4到10小时左右，并且通过系统集成和美国本土制造实现规模化落地。所以说它的定位更像是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而不是单纯的像其他公司一样是电池的制造商。所以说在3个维度上 EOS 是一个很独特的选手，那就是谁做电网级储能系统，谁在美国本土生产，和谁的化学路线不同于锂电，这3个维度。所以说理解这个差别之后，我们才能够在投资或者是分析的时候更准确的区分谁是真正的领导者，谁只是跟跑者。那么我们如果从金融数据平台的角度来看， Seeking Alpha 给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分类。 Bloom Energy 呢被归入为工业板块，那细分领域呢就是重型电气设备。 Novonix 呢属于信息技术板块，偏向于电子仪器和能量测试设备。 Dragonfly 和 GS Yuasa 则更多的被视为消费和交通电池企业，面向的是终端或者是移动储能市场。EOS 呢，它同样被划为工业板块，但是它的细分行业是电气元件与设备，重点是在电网级储能系统。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它意味着它的本质更接近电力基础设施设备公司，而不仅仅是一个新能源科技股。所以说 EOS 的估值逻辑不再只是一个技术创新或者是能源概念了，它开始是被纳入工业资本开支周期这个主线里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EOS 的表现和一般的锂电或者是消费类的电池公司已经不是同一个周期节奏了。所以说从这几家公司的定位来看，虽然他们都同时处于电池股的一个范畴，但实际上跑的赛道完全不同。在后面的基本面分析的部分，我们会更加着重聚焦在 EOS 的真正的同业公司对比，也就是那些同样在做电网级储能、具备商业化量产能力的企业，而不是这些走在不同技术路线、服务不同市场的电池同行。那讲完了市场，我们得说一下 EOS 自身的护城河和隐忧。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及的安全。那 NIS 的新水电池不会起火，不怕高温，原料丰富。那在锂价波动、供应链紧张的年代，这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护盾了。第二个就是政策红利，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它让 EOS 成为了少数能在美国本土量产储能系统的企业之一。第三个就是系统化，它不仅造电池，还做软件，比如说 DownOS 平台。所以说它让储能像操作系统一样更智能，毛利更高，客户更黏。那这家公司呢也不是没有隐患了，它的竞争正在逼近，比如说锂电巨头做系统，液流和铁空气抢时长。那储能这场战不只是比技术了，更比的是资本和执行速度。所以总结来看， EOS 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它的技术领先，但并不代表它是无敌的。真正能决定它成败的是能不能活着见到量产的拐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分析，到底是谁在压住 EOS 的未来。从股权结构来看， EOS Energy 的资本层面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机构参与度很高。截至到2025年10月，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达到了 48.85%， 几乎占了公司流通股的一半。
这个说明华尔街的基金啦、投行啦、能源基金都在下注这家储能公司。那第二呢，是内部人持股比较低，仅为 1.99%， 这个在科技初创公司里面并不罕见，这个就是多轮融资带来的稀释的结果。当然了，股权结构对我们而言呢，就意味着一个两面性了。一方面，机构进场代表着信任，带来流动性和曝光度；另一方面呢，如果业绩没有兑现，机构资金同样可能迅速撤离。最后一共有289家机构投资者持股，这个说明它的股东结构已经非常分散而广泛了。换句话说 EOS 不再只是一个小众科技概念，它是一个逐渐被纳入主流能源组合配置的公司。它正站在一个从创始人故事转向机构博弈的终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财务底盘。先看它最关键的指标，它的市值约为 42.9 亿美元，意味着市场对它的整体估值已经从初创能源公司逐步上升到主流储能系统的量级。再看债务，总债务约为 4.48 亿美元，这个包括了短期的长期借债，主要是用于工厂扩产和产线投入。虽然它的数字不小，但是考虑 EOS 正处在一个产能的爬坡期，这个属于为成长付出的必要成本。公司账上现金约为 1.2 亿美元，它能维持一定的运营与投资支出，不过这个也意味着它仍然需要持续融资或订单兑现来补充现金流。那再加上 5.32 亿美元的其他资产，比如说库存、应收、投资等等，企业价值约 51.5 亿美元。也就是说，扣除现金和债务之后， EOS 的真实经济估值在50亿美元上下。所以它的财务结构是轻资产偏融资，属于成长型公司的典型特征。那关键不再是账面数字了，而在于未来的兑现能力。从交易层面上来看， EOS 是一只典型的高波动成长股，它的3个月平均成交量在1800万股左右，最近10天的成交量更是提升到了2700万股，说明消息面很热。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做空数据，当前约 30% 的流通股被卖出，属于高空仓水平，市场分歧非常大。一旦股价短期反弹，空头可能会被迫回补，引发挤空效应。同时它的贝塔值为 2.29， 这个意味着它的波动是大盘的2倍多。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代表它的机会大，风险也很大。所以说这家公司不只是讲能源故事，还是华尔街短线资金最喜欢的高弹性战场。EOS 目前没有派发股息，它是一只典型的成长型科技公司，所有的现金都用在扩产、研发、验证和项目建设上了。这个意味着，如果你买 EOS 不是为了收租，而是押注它能够在几年后成为储能行业的关键玩家。所以它的财务结构里没有股息，也没有回馈，只有持续投入和扩张。它回报的唯一来源就是未来的成长与股价表现。从盈利能力表现来看， EOS 还远远没有进入赚钱阶段，它的毛利率、净利率、ROE、ROA 全部都为负，自由现金流率甚至低到负 248%。 这个意味着公司目前的每1美元收入仍然要烧掉2到3美元现金才能够维持。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个并不意外，储能公司往往要先砸重金扩产，再靠规模降本和订单兑现盈利。如果说未来政策持续支持，产线爬坡成功，那么 EOS 的财务结构才会真正进入良性循环。所以说它的评级是D+，属于亏损成长型公司，现在更像是一场未来收益的信仰投资。EOS 的成长性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爆炸式。它过去1年营收增长约为 128%， 未来预期增长超过 200%， 远超清洁能源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个背后是储能政策的推进和订单兑现，不过盈利端仍然没有跟上， EBIT 和 ROE 都还为负。换句话说，它赚到的是订单的希望，还不是现金的回报。所以它的评级是 B， 高成长但是高风险。如果说上一个阶段是讲故事，那么接下来3年就是要验证兑现能力的时刻。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是怎么给它定价的。 EOS 属于典型的预期大于现实这个类型的股票，从估值角度来看，它是一只典型的故事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高达了150多倍，比行业的平均的2倍多高出了几十倍。这个说明市场在为未来10年的成长提前定价。那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在买未来，比如说它的储能扩产、政策补贴、AI 用电需求，但是现实是它还没有赚到钱，也没有现金流。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企业价值和 E 贝塔的比、市净率、市现率这些估值目标目前都没有办法适用，因为公司尚没有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所以说它的估值就和它的储能电池是一样的，充满了能量，但是也可能被放空。它的估值逻辑不在现实的利润表，而在未来的产能地位上。那市场压住的是它能不能成为锂电之外的新储能标准，所以说它的评级是 C 的评级，高估值、高风险，但是仍然有想象空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所处的行业位置和竞争格局。在长时储能这个新兴领域，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真正具备技术落地和商业化潜力。我们挑选了4家同业公司作为横向对比，像 ESS-Tech、GWH、Fluence、FLNC、Energy Vault、NRGV 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 Dragonfly Energy、DFLI。那我们先来看 ESS。ESS 和 EOS 呢，同属于电气元件设备赛道，主攻电网和可再生能源配套储能。ESS 主打的是铁基液流电池，储能时长约为6到12小时。而 EOS 呢，以新基水系电池为核心，覆盖4到10小时的中长时储能区间，正好卡在一个技术和商业化兼顾的中段。他们的客户群体相似，都是电网和工业端的 B2B 模式。那不同的是呢 ，EOS 已经从实验走向了中试和扩产阶段，比 ESS 更进一步，也更接近规模化拐点。那像 Fluence 和 Energy Vault 这2家公司可以看作储能成熟型和工业验证型的代表。Fluence 是锂电系列集成商，商业化成熟，客户主要是电网和公用事业单位。而 Energy Vault 呢，则是以重力储能为核心，处在工程试验阶段。相比之下 ，EOS 虽然规模不及 Fluence， 但是它的技术路径更新，更具差异化潜力，属于后发技术和市场加速的模式。最后我们选的这家公司是 DFLI， 我们前面提到过它，我们这个篇章呢特别选它来做 EOS 的同行业的延伸对比。虽然呢它的主要战场是家用和车载储能，属于 B2C 的分布式模式，但是它和 EOS 同样属于电气元件与设备赛道。这2家公司成为非常有趣的对照。EOS 代表的是集中式长时储能 B2B 工业级路线，而 Dragonfly 则是分布式短时储能 B2C 家用路线。一个强调的是规模化与产线扩张，一个则依赖品牌和终端销售。两者并非是直接竞争，但是共同展示了储能行业从上游技术到下游消费的完整链条。所以说我们之所以挑选这4家公司，是因为他们在储能领域的不同环节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参照轴，从验证到扩产到成熟再到延伸应用。而 EOS 正处在这条曲线的中式扩产期的关键节点，比早期公司更落地，比成熟公司更具备成长弹性。我们再来从宏观维度看 EOS 与同行的体量差距。目前 EOS 的市值约为 42.9 亿美元，企业价值 51.5 亿，已经远高于同赛道的多数公司。相比之下 ESS-Tech 只有9000万美元的市场，而 Energy Vault 大约是5亿。老牌的系统集成商 Fluence 市值约为34亿美元。那 EOS 的体量基本已经逼近 Fluence， 说明市场已经开始把它视为下一梯队的储能主角。再看分析师覆盖度， EOS 有9位华尔街分析师持续跟踪，数量仅次于 Fluence 的20位，而其他公司几乎都在2位左右。这个意味着机构参与度在提升。那 EOS 正在从边缘创新走向主流观察名单。从股价表现来看， EOS 是典型的高弹性成长股，最新股价约为15美元，年内最高达到了19美元，最低仅为2美元。换句话说，52周波动区间高达了 628%， 是同业公司中弹性最强的一支。相比之下 Fluence 的反弹幅度约为 423%， GWH 约为 518%， 而 Dragonfly 尽管弹性的幅度高，但是整体的市值还太小。所以说 EOS 的波动并非随机炒作，而是随着订单兑现和产业催化，形成了强烈的业绩贝塔和叙事贝塔的双重驱动。同时它的周成交量和流通股比达到了 9%， 说明市场流动性强，机构和散户活跃度都很高。
如果拉长时间看 EOS 的表现更为极端，最近1个月上涨 48%，3个月涨幅 142%，半年涨幅 174%，年初至今涨幅达到了 208%。那更夸张的是，过去3年累计涨幅高达了 957%。这个意味着它几乎翻了10倍，成为储能板块中涨幅最夸张的代表之一。相比之下 Fluence 同期上涨约 24%， 而 GWH Dragonfly 甚至是仍然为负。也就是说 EOS 已经走出了独立行情，从边缘叙事变成了市场主流情绪的放大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负债水平， EOS 的总负债是 4.48 亿美元，净负债 3.28 亿，这个在行业中属于中高区间，说明公司依然依赖外部融资推动扩产。那相比之下 Fluence 债务结构较轻，约为4亿，而 ESS Dragonfly 的规模则太小，负债并不构成风险指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EOS 的融资用途集中在工厂建设和产线扩充，属于成长型债务，而非流动型危机债务，是在举债造未来，而不是借债为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能体现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就是增长。我们打眼看一下这张表，就能知道 EOS 目前是成长性最强的，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128%， 未来营收增长预期 203%， 这个几乎是行业平均的40倍。而更重要的是，它的3年复合率高达了 37.45%， 5年的 CAGR 预计可达 159.9%。相比之下的这几家公司，目前呢只有 Fluence 的增长是为正数的，但它的营收同比增长也仅为了 14%， 而 ESS 和 Energy Vault 这2家增长都是为负数的。这个说明 EOS 它其实不只是在讲故事了，它的订单和营收正在兑现，在整个的非锂电储能的领域里，它是兑现度最高的公司之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盈利能力。坦率地说，在这一页里面，所有的公司都不好看。那长实储能行业现在还处在高投入、低产出的一个早期阶段，所以整体来看都是亏损为主的，区别只是在于谁亏得更有结构，谁离转正更近而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EOS， 它的毛利率、净利率、ROE 全部都为负，目前仍然没有盈利。它的自由现金流率为负的 248%， 说明现金消耗速度快，研发和扩产投入大。那它的 ROA 呢？资产回报率为负 75.73%， 代表资产利用效率较低，这个是典型的前期爬坡期公司的特征。不过呢，这种亏损它其实并不是运营恶化，而是因为生产线、工厂和储能模块的持续扩张。所以说 EOS 现在它不是不赚钱，而是正在花钱造未来。我们对比来看这个 ESS Tech， 它同样没有实现盈利， ROE 为负 207%， ROA 为负 117%。 它的亏损结构和 EOS 类似，但是它的规模更小，融资能力更弱，属于典型的技术驱动但是资金吃紧的公司。 Fluence 作为行业内少数具备营收规模的玩家，毛利率约为 12.7%， 已经接近盈亏平衡线了，但是 EBIT 和净利率依旧为负，说明运营效率仍然受成本结构拖累。 Energy Vault 情况更糟，净利率为负 279%， 属于极高亏损率，主要是因为它的重力储能技术资本开支巨大，在商业化落地前几乎没有办法控制成本。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Dragonfly， 它虽然毛利率最高是 25%， 但是净利率仍然为负的 55%， 显示出它在 B2C 家用储能领域依旧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所以说放在同一条盈利曲线上来看， EOS 和 ESS 处于亏损的爬坡阶段， Fluence 已经进入了盈亏的平衡区间，而 Energy Vault 和 Dragonfly 则仍然在高成本周期中。所以说 EOS 的亏损它是有方向的，它是在建产能，在扩大它的订单，而且它是在抢订单的。而其他的公司的亏损则更多的就是产能的闲置或者是市场的收缩，这个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仍然愿意给 EOS 的高估值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亏损是有战略性的，它每1美元的亏损都在换取下一阶段的成长壁垒和产业领先优势。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华尔街怎么看 EOS。截至10月，一共有9位分析师覆盖 EOS， 其中3位给出了买入评级，9位维持持有，没有人给出卖出或者是强力的买入建议。整体来看，评级趋于稳定，这个说明市场对 EOS 的基本面态度趋于中性偏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师覆盖人数在过去的几个月持续在增加，7月的8位上升到了9月、10月的9位，代表更多机构开始关注这家公司。那最新一份评级来自于 Guggenheim 的2025年10月22日的评级，维持了买入，同时上调了目标价，从10美元提升至了20美元。这个反映出部分机构认为 EOS 的估值仍然有向上的空间，特别是在产线扩张和订单兑现的背景下。那从目标价分布来看，市场最乐观的机构认为，未来12个月 EOS 的股价有望达到22美元。这个反映出他们对公司执行力、政策支持和行业需求的强烈信心。但是呢，保守派的目标价在 6.5 美元，主要是基于现金流和盈利风险考量了，而主要机构的平均目标价为 14.07 美元。那截至目前 EOS 的实际股价约为 15.01 美元，略高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这个说明市场的这个情绪要微领先于机构观点。那换句话说，机构的理性估值和市场的情绪预期正在逐渐靠拢，这通常就意味着它的波动其实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中长期的逻辑仍然成立。我们再来看一下多空观点总结。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多头的逻辑。从成长性角度来看呢， EOS 仍然是一家具备高爆发潜力的公司，它的新机水系电池技术处于长时储能这个关键的细分领域，而且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政策支持，以及 AI 数据中心的能耗需求推动，市场空间正在快速扩大。从财报数据来看，公司营收呈现爆发式增长，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58%， 全年增速 128%， 前瞻营收增速更是高达了 203%， 远超行业平均。在战略层面上， EOS 与 Talon Energy 的合作意味着它的产品已经进入了 AI 数据中心储能的核心场景，订单结构正在向大型长期项目延展。同时，今年6月完成了 3.36 亿美元融资，支持宾州8 G 瓦时的 Project Amaze 工厂建设，未来有望降低单位成本，提升规模化效应。在软件化方向，公司推出了 DawnOS 储能管理平台，从硬件制造向硬件加算法双引擎转型，为估值体系带来更多溢价可能。最后，机构层面也发出了积极信号。Guggenheim 在10月维持买入评级，并且将目标价上调至20美元，显示市场主流机构对中期成长性依旧看好。但是短期的风险也不容忽视。EOS 目前尚没有盈利，自由现金流率为负 248%， 运营现金流负 1.82 亿美元，意味着现金消耗速度仍然较快。倘若融资环境收紧，短期流动性风险可能上升。那在债务结构层面，公司总负债约 4.48 亿美元，现金储备仅为 1.2 亿，资本杠杆偏高，偿债压力仍然在的。此外呢，当前股价15美元已经略高于分析师平均目标价的 14.07 美元，说明短线估值偏高，获利回吐的风险增加，行业竞争也在加剧了。比如说 Bloom Energy、Fluence、ESS Tech 等公司都在扩大技术布局，市场份额竞争或将压缩 EOS 的成长空间。最后一点也是投资者最关心的， EOS 过去几年多次通过二级市场融资与可转债补充现金，这个虽然延长了生存周期，但是也带来了股本稀释风险。当然最后也是最重点的，我们来看一下投资者应该怎么应对 EOS Energy 呢？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适合人群是谁。EOS 仍然是一家高波动高成长的公司，它适合的是进取型成长型的投资者，能够接受阶段性回撤和再融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说你的投资目标是现金分红、稳定现金流的话，或者是偏向防御型资产配置，那么 EOS 其实并不适合当前纳入你的核心持仓。那它的健康策略和控制仓位呢？对于想要参与的投资者来说，建议从总资产的 0.5% 到 1.5% 作为试探性建仓起步，在确认关键拐点之后再逐步加码，整体仓位建议不超过 3% 到 4%。那操作上采用分批法来进行建仓，把计划仓位拆分成3到5批，每次加码都要基于基本面催化兑现，而不是单纯的价格回落了。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抄底，而是要跟确认。接下来就是几个重要的加仓出发点。第一个就是毛利率转正，那么当季度毛利率大于等于 0% 的时候，也就是代表规模化降本开始显效了。第二个就是订单兑现，
比如说像已签订单交付率持续提升啦，而不是只签不交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触发加仓的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呢，就是现金流改善，运营现金流季度环比明显收敛，比如说从负 1.8 亿改善到了负1亿以内，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信号。那第四个就是融资质量，倘若再融资或者是稀释幅度可控，利率与条款优于上次，也可以加仓。第五个就是产能节点，比如说 Project Amaze 工厂如期投产，产能达到了 G 千瓦时的一个标准。第六个是安全和认证，那比如说像我们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些并网测试等关键合规里程碑落地的话，那么就可以降低项目执行风险。最后一个就是客户实质落地了，与 Talent Energy、AI 数据中心等项目进入了并网和回款阶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 MOU 或者是意向协议。那这些指标的陆续兑现 ，EOS 才可能真正进入成长兑现期，估值也有望重新定价。那么它的减仓或者是观望风险呢，就是有4点需要值得注意了。第一个就是如果它的毛利率如果持续为负，并且说恶化的话，或者是交付延迟超过2个季度。第二个就是高频再融资，比如说高频再融资引发的显著稀释，比如说大于10%，那现金流没有改善，这个都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风险点。第三个就是出现重大安全或者是并网事故导致的项目暂停。那最后一个就是政策的变化了。如果说储能补贴或者是税收抵免收紧，那么一旦出现这些信号，应该考虑减仓或者是暂时退出，等待公司再次确认执行力后再进入了。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交易和风险。那 EOS 这家公司它的波动极高，它的贝塔大约是在 2.3， 空头仓位接近了 30%， 所以说在操作上面一定要先立应风控再谈判断。其次呢，就是止损的纪律，如果说单笔亏付达到了负 15% 到负 20% 的话，就必须严格止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说你也可以用一个时间止损的一个策略。就比如说，如果公司连续2到3个季度没有兑现关键预期，那可以就暂时先离场。再来说对冲思路，在财报季、再融资或者是项目延期等高波动事件期间，可以用同等资金规模的行业 ETF 空单或者是看跌期权来对冲系统性风险。最后就是不重仓不满仓，单一标的占比不要超过总资产的 5%， 保持仓位分散，避免压注式的风险集中。记住了，风控不是为了错过机会，而是为了让你能活到下一次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12到18个月的一个情景路线图。在牛市的情景中，如果公司成功实现毛利率转正，并且大型项目顺利并网和验收，那资本开支效率就优于预期， EOS 的估值就会有机会继续抬升，机构也可能在这种阶段再度上调目标价，市场重新定价长时储能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策略就是当并网公告或者是毛利率转正季度报出现的时候，小幅加仓，但是仍然要保留对冲和止盈纪律。第二个就是基准情形，这个就是最现实也是最常见的路径。比如说订单会持续兑现，但是毛利改善较慢，现金流依然紧张，那股价区间震荡，跟随市场轮动而起落。在这种状态下，策略就是波动为主，只在触发器兑现的时候做增持，其他时间保持低仓跟踪观察。在熊市的情形下，如果说再融资条件恶化，项目交付延迟，或者是政策刺激边际减弱，那股价可能会出现估值回调，重新测试支撑。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回避或减仓，等待公司现金流和毛利率验证之后再评估。所以总结来看，整个分析呢，就是小仓位看节点，用数据说话，用纪律交易。对于像 EOS 这样处在结构性拐点的公司，你不能靠情绪来操作了，也不能用短线的逻辑去解释它的长期成长。那市场呢，永远只会奖赏那些能够看清周期、守住纪律的人。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拆解，记得点赞订阅，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怎么看 EOS Energy 这家公司，它的未来是造梦还是兑现？这里是 Money Junk Eric， 我们下期再用数据和逻辑一起看懂未来。